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4日，是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所谓特别军事行动2周年。时间飞逝啊，战争是无情的，受苦的最终还是老百姓，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像今日乌克兰惨状，本应可以避免，可惜啊，整个国家被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民主、自由谎言的包装下。乌克兰这个国家在过去30多年，硬是从一个当初实力雄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变成了今日国破家亡的境地。乌克兰人自己也难辞其咎，这应该成为世人的警示。有的人谴责俄罗斯的侵略，但凡事皆有因果。如果只是看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开展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而完全无视过去几十年北约国家是如何对付，比如说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这些前戏，那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只想给各位打个比方，如果中国想在墨西哥，但是靠近美国的附近建立一个，比如说导弹基地，或者想在古巴做一个港口，建立一个军港军事基地，美国能同意吗？按理说，墨西哥和古巴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及国防政策。我希望我的假设能让那些只谴责俄罗斯的人能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乞丐一定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了。前几日，他又到德国进行访问，其实就是来要钱的。2月16日，德国和乌克兰签署了所谓的安全保障协议。根据该协议，德国将为乌克兰持续提供支援，为期10年，预计德国为此耗资多达会上千亿欧元。比如说，今年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0亿欧元的援助，10年那就700多亿。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一般来说，下一年要比上一年提供的会更多，那么很可能会达到上千亿欧元。朋友们，老实说，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信，我以为错看新闻了，因为我太知道德国了，德国绝对没有国防能力，国防军的装备根本也不行，这点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德国联邦国防军几乎没有战斗力，也根本无法保家卫国，也就是德国国防军不能保护德国自己。德国自2战结束以来一直都是这种状况，统一前分东德和西德，对不对？分别被前苏联以及美、英、法等国占领或者托管。统一后，前苏联从东德撤出，但是在西边，也就是西德，美、英、法等国家继续在德国驻军，到现在也没走。其实大家都知道，其中美国驻军的人数最多。现在德国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这点与日本特别像。而且德国的美军基地担负着美国对中东以及对北非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或者情报活动的前哨，而且还是北约的空军指挥中心。当年对伊拉克的轰炸，有的战机就是从德国起飞的，可见德国的军事被牢牢掌握在美国手里。当然，德国也不准发展有较强打击能力的武器，比如说核武器或者巡航导弹之类的都不行。而且在德国甚至取消了义务兵役，军事上德国被阉割，导致了德国人其实并不反对美国在这里驻军，正相反，可能大部分德国人反而希望美国在这里驻军来保护他们。在当前俄乌危机的情况下，德国人的想法更是如此。实际上，这也是整个欧洲面临的问题。欧洲几十个国家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强大的向心力，因为语言文化都不一样，各自都打自己小算盘，加上只有英国及法国有一定的核打击能力，其他欧洲国家的自卫能力其实都非常低。加上前段时间特朗普放话说到时美国不会保护军费开支没有达到最低线的国家，也就是说该国 GDP 的2%这个目标。所以现在欧洲各国如惊弓之鸟，担心一旦美国真的倒下，或者对欧洲不管不顾了，那俄罗斯可能随时就可以向欧洲发起进攻。现在欧洲各国纷纷提高军事预算，当然也不乏像法国之类的国家呼吁欧洲人应该强大自身的国防能力。
不能靠别人来保护欧洲人此类警示之言。在这里说点题外话啊，投资股票的人可能现在仍然可以买进欧洲、美国军火商这种上市公司的股票，因为接下来几年生意肯定比较红火。另外，这里我想说，欧洲人真的没有几个有骨气的政治人物，看不清其实美国一直在离间欧洲及俄罗斯，因为这样美国才能死死控制欧洲，另外还不让欧元做大，同时呢削弱俄罗斯。如果欧洲人够聪明，应该好好与俄罗斯搞好关系，邻里关系和谐，人住着才舒服，对不对？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懂。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本来欧洲还有些技术以及一定的工业实力，要是与俄罗斯搞好关系，与俄罗斯的能源以及资源很好的匹配起来，那欧洲真的可以形成世界的一极，这该是多好的结局啊！可惜呀，可惜，欧洲政客几乎全被美国拿捏得死死的，被美国卖了，还帮美国数钱。哎，不说了，说多了一肚子的气。鉴于欧洲人较弱的军事打击能力及防卫能力，于是前面我说了，我以为开始我听的新闻听错了，后来呢仔细看了新闻才知道，德国总理确实与乌克兰总统签订了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说实话啊，这有点讽刺。如果我是乌克兰总统，我打死都不相信德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多少所谓的安全保障，因为德国自己都是一副泥菩萨呀，德国人自己都仰望美国人来保护他们。在德国之前以及接下来几天，欧洲多国，包括法国、英国、丹麦、荷兰等国，纷纷都与乌克兰签订了同样的安全保障协议。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此类协议是乌克兰和7国集团于去年2023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通过的联合声明框架内达成的。现在这些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之类的，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当时的义务而已。比如德国与乌克兰签订的双边协议规定，自签署之日起有效期为10年，明确规定了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尤其是包括军事、政治、金融、人道主义的双边安全合作优先领域。协议规定，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德国将在协议期限内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根据该文件，只要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德国将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并打击逃避制裁的行为。德国已确认愿意与欧盟以及7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起，利用法律手段将俄罗斯资产的收入用于支持乌克兰。就是说，把冻结在欧盟内部的那大约2000亿欧元资产的额外收益转给乌克兰。另外，2024年其他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为：英国25亿英镑，法国30亿欧元，丹麦至少18亿欧元，荷兰20亿欧元等等。还有欧盟计划在2024年到2027年3年内向乌克兰提供330亿欧元贷款以及170亿欧元赠款，这330亿欧元是要乌克兰还的啊。不过目前看来，即使有众多西方国家的军援，乌克兰败相已露，加上美国迟迟不能通过军事援助法案，即使欧洲国家如何签署这样那样的安全保障协议，除了延长乌克兰土地上的战争，让更多乌克兰人当炮灰外，其实完全无助于改变乌克兰人的命运。西方国家这样做其实是极不负责任，也是没有人性的。对于今日乌克兰之困境，以及德国不断加码援助乌克兰，特别是德国乌克兰之间长达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德国人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评论，比如说以下是德国国家电视1台推特账号上有关新闻的网友评论。我们先看一段德国总理在签署此协议后对德国民众的发言。Meine Damen und Herren, Präsident Zelensky und ich haben vorhin eine Vereinbarung über unsere langfristigen bilateralen Sicherungszusagen unterschrieben. Das Dokument kann in seiner Bedeutung kaum überschätzt werden. Es legt fest, dass Deutschland die unabhängige Ukraine weiterhin bei ihrer Verteidigung gegen d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unterstützen wird. Ich habe es oft gesagt,
as long as it takes. Wir werden unsere ukrainischen Partner darüber hinaus auch beim Aufbau moderner, wehrhafter Streitkräfte unterstützen, um jeden zukünftigen Angriff abzuschrecken. Und sollte es in Zukunft noch einmal zu einer russischen Aggression kommen, haben wir detaillierte Unterstützungsvereinbarungen getroffen, diplomatisch, wirtschaftlich und wie heute auch mit militärischer Ausrüstung. Lieber Olaf, liebes deutsches Volk, ich danke Ihnen nochmal, euch nochmal vom ganzen Herzen und von jedem Ukrainer und jeden Ukrainerin für diese ganz wichtige Unterstützung, die ihr leistet. Diese Unterstützung ist sehr pragmatisch, sehr stark und ich bedanke mich. Slava Ukraini. 好，我们接着看第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贴出了德国狂欢节花车的短视频及图片。德国狂欢节期间的花车游行经常有政治讽刺的话题，这个视频估计是讽刺德国总理希尔茨无脑的吧。我们看德国360度外长这张图，不言自明，不用我多说。这张图为二战以来美国轰炸过的国家，他们分别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和中国，1954年危地马拉，1958年印度尼西亚，1959年到1961年古巴，1960年危地马拉，1964年刚果，1964年到1973年老挝，1961年到1973年越南，1969年到1970年柬埔寨，1967年到1969年危地马拉，1983年格林纳达，1983年以及1984年黎巴嫩，1986年利比亚，1980年代萨瓦多，1980年代尼加拉瓜，1987年伊朗，1989年巴拿马，1991年伊拉克，1991年科威特，1993年索马里，1994年、1995年波斯尼亚，1998年苏丹，1998年阿富汗，1999年南斯拉夫，2001年到现在阿富汗。说明一下，估计这张图是2021年制作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2002年也门，2003年到现在伊拉克，2007年到2015年巴基斯坦，2007年到2008年以及2011年到现在索马里，2009年、2001年到现在也门，2001年以及2015年到2019年利比亚，2014年到2018年叙利亚。其实这单子还在继续往下。下一条评论，这是一张讽刺漫画，标题为“为了停止所有战争而进行的战争”。你们看下面，全是一堆堆尸骨。下一条评论，只希望尽快举行新的选举。德国知识点评，持这种观点的德国人其实很多，他们都认为用选票把这届政府轰走就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一直继续存在，甚至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普通德国人根本看不清事实的本质，这才是悲哀的地方。选票万能论很有市场。下一条评论，德乌双方领导人对自己人民的背叛再明显不过了。下一条评论，乌克兰需要多久，我们就支持多久，即直到乌克兰输掉战争，德国在经济和财政上被摧毁，泽连斯基携巨款潜逃，那么到时联邦总理又会不记得任何事情了。下一条评论，但德国人民主权国家不希望为乌克兰而再被没收更多。好，朋友们，余下的评论呢，全是反对德国再援助乌克兰的。我们看看德国电视2台在油管上关于德国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们的政客只关心乌克兰，那德国呢？谁来帮助我们？下一条评论，美国驻柏林的总理与来自基辅的美国寡头达成协议。下一条评论，长期排除俄罗斯人会很困难，最好是把普京和泽连斯基联合起来。下一条评论，泽连斯基还需要多少钱？还要多久？我们的人民迫切需要，我们也有需要帮助的人。
下一条评论，他又来要钱，还要武器，不然他来干嘛？快把这个人赶下台吧。下一条评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操你祖宗18代。朋友们，我说明一下啊，这是我意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人特别的气愤。下一条评论，这2位政客什么时候才能最终停止谈论军售，开始谈论和平？下一条评论，泽连斯基夫人一天购物花掉100万美元，是真的吗？下一条评论，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想援助乌克兰了，而政府还是这么做，这还叫民主吗？下一条评论，肖尔茨说他将支持乌克兰建设现代化和防御性的武装力量，而德国既没有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也没有防御性的武装力量，而且几十年来已经证明德国没有能力建设。他说这样的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奇怪。下一条评论，非常抱歉，但我一听肖尔茨的话就觉得恶心。老兄，你怎么能如此扭曲现实和历史呢？下一条评论，肖尔茨是乌克兰总理。下一条评论，政客们都对战争上瘾了吗？下一条评论，关于纳尔瓦尼的节目一直在重复，请也报道朱利安·阿桑奇吧。好吧，朋友们，反正所有评论当中没有哪怕一个人同意德国再援助乌克兰，或者同意这个所谓德国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的。既然全部人民都反对，那么政府首脑仍一意孤行，像有的网友问的，这真的民主吗？不过人民反对又有什么用呢？只要德国的主子不想停止战争，那么此类所谓援助将继续下去。选民们除了发牢骚，还有任何发言权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参加评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写下来。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